在万水汇聚的枫丹，平等地上演着一幕幕或真实或虚幻的戏剧。但在那闹剧丛生的舞台之上，却总是站着一位严肃到略显格格不入的人。十分乐意。纳维莱特对水元素力量的运用十分娴熟，甚至有些过于信手拈来。想必这种力量正是他能够做出公正裁决的底气。不靠神之眼的力量，也无需任何专业训练。纳维莱特的潜水技巧已经远超常人。若纳维莱特处于队伍中自己的角色进行水下冲刺时，移动速度将得到提升。纳维莱特普通攻击时，将轻挥权杖，驱动浪涛进行至多3段的攻击，造成水元素伤害。使用重击时，纳维莱特将进行蓄力。蓄力时，纳维莱特汇聚远水之力，逐渐构成重材的徽记。在这种状态下，纳维莱特能够进行移动与改变朝向。停止蓄力时，若徽记尚不完满，纳维莱特将消耗一定体力进行重击，以迸发的水环猛击敌人，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。若徽记已经完满，则将转为进行重击横平推裁，释放汹涌的洪流，对前方直线区域内的敌人持续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。纳维莱特释放重击横平推裁不会消耗体力，该效果至多持续一定时间。若释放时生命值高于一定比例，纳维莱特将在释放时持续消耗生命值。解锁天赋古海劫夷的权柄后，队伍中的角色对敌人触发蒸发、冻结、感电、绽放、水元素扩散或水元素结晶反应时，将为纳维莱特产生持续一段时间的仪龙之容效果，使重击横平推裁造成的伤害得到提升。仪龙之容效果至多叠加3层，每种元素反应产生的仪龙之容分别独立存在。释放元素战技，纳维莱特降下汹涌的水瀑，基于自身生命值上限，对前方的敌人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。命中敌人后，将在敌人附近产生3枚远水之滴。纳维莱特在重击蓄力状态下，能吸收一定范围内的远水之滴。每吸收1枚远水之滴，都会加快重材的徽记形成的速度，并为纳维莱特恢复生命值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在释放元素战技降下汹涌的水瀑后，将出现穿透敌人的灵犀之刺，造成具有芒性的水元素伤害。化作浮沫吧。释放元素爆发，纳维莱特释放迸发的海浪，基于自身生命值上限，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。短暂间隔后，在附近降下2道水瀑，造成范围较小的水元素伤害，并在前方一定范围内产生数枚远水之滴。生命自有其自然的规则，基于它的仲裁无以逃脱。解锁天赋至高仲裁的纪律后，基于纳维莱特当前生命值超过一定比例的部分，将按比例使纳维莱特获得水元素伤害加成。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提升存在一定限度。作为最高审判官，纳维莱特行事也如水一般公正。若无罪者不必担忧，若有罪者必当审判。战斗中，蓄力重击是纳维莱特的主要输出手段。配合元素战技产生远水之滴，纳维莱特能更快速地启动重击横平推裁，对前方敌人造成水元素伤害。当元素能量充足时，纳维莱特降下水瀑，产生更多的远水之滴。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，与同伴默契配合，以怒涛般的攻势锁定胜局。站在纳维莱特的立场来看，提瓦特大陆当下的一切争端都如同一场舞台上的喜剧，争夺不属于他们的领地，歌颂禁锢他们的领主，犯下僭越生命的罪恶。
但纳维莱特似乎并不是冷漠的旁观者，他甚至试图理解其中的缘由。我很少见到这样的人，但并不能因此就判定我孤陋寡闻。毕竟在这世上，有且仅有这一位封丹最高审判官。